欢迎回到江峰世界，朋友们好。上礼拜五7月24号，方星海被查，网上已经吵了5天，大家都看见了。第一个缩手的是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。人在问方星海主管资本市场开放、量化机构出海的时候，跟梁文峰到底有过什么交集？这些都可以查，但我觉得还是少看了一层。方星海后面站着的不只是一个梁文峰，梁文峰后面摆着的也不只是一家 DeepSeek。 再往后看，那里站着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强。房地产讲不了，地方债讲不了，消费也讲不了的时候，最需要把 DeepSeek 写进成绩单的人就是李强。2025年 DeepSeek 突然爆红，等于替他回答了那个最难回答的问题：经济已经搞成这样，他凭什么继续坐在总理的位置上？习近平留下的旧账，他可以往过去的路线和政策上推，可人工智能这台新发动机是在他担任总理的时候点着的。所以别人看到的是方星海被查以后，梁文峰为什么突然停下融资？我们今天要继续问的是，梁文峰这一停，究竟是谁的政治成绩单被卡在了半空？几乎就在同一段时间，李强的另一条外线也突然收了口。那个长期在海外发布李强接班、五中人士和中办内幕的蒋网正，账号照发，牛肉面照讲，可涉及李强接班和最高层安排的话，突然只肯说半截。于是五中全会之前，3件事挤到了一块儿，一个人被查，一个人停手，一个大喇叭只肯说半句，这是赶巧了还是同一只手按下去的？所以今天这件事不能只停在方星海和梁文峰之间。方星海只是被扣住的那个金融接口，梁文峰是第一个踩下刹车的人。真正值得追的是，再往后这一脚刹车卡住的是谁的接班安排？这轮动作真正瞄准的可能从来都不是 DeepSeek 本身，而是不许李强带着 DeepSeek 提前长成下一个核心。要摁住一个正往上走的总理，第一刀该砍在哪儿？方星海就是那块地上的一块砖，因为扣住他一次能办成2件事。先说头一件，7月25号通报挂上网的第2天，梁文峰通知第2轮融资的潜在投资人暂停，这一轮估值接近700亿美元。彭博的报道说，原因之一是他不满投资人的内部谈话被公开。梁文峰他先做的是幻方量化，中国最大的量化私募之一。DeepSeek 是幻方在2023年建起来，一路供着的公司，所以他和方星海之间，一个在金融市场长大，一个监管金融市场，他俩不熟悉也得熟悉。方星海一进去，梁文峰这边就不能不停这一轮融资。停的是什么？700亿美元的估值，是给下一步用的。新的钱进来才买得起新的卡，有新的卡才养得起下一代模型，不然公司就前功尽弃了。而且他还不敢签，第2轮融资要走尽职调查，公司得白纸黑字向新股东保证，没有正在进行的调查会牵连进来。方星海刚被通报，幻方这些年跟证监会打过的所有交道，正好是这一栏里最难写的。所以你说这个公司前途怎么样吧，就慢慢萎缩下去了。而且往外走的那条路也断了。6月17号，上海陆家嘴论坛，方星海还在台上建议香港去吸引内地的量化机构赴港展业。1个星期后，6月24号，夏季达沃斯，他又说，美国限制资本流进中国，反倒刺激了中国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。一个退了2年，什么权都没有的人，1个月里跑2个国际场子，讲的对象不一样，方向是同一个，机构往香港走，国际的钱继续进来。这一轮融资里，境外的主体、境外的美元往香港去的那部分安排，走的就是这条道，替这条道说话的人被收进去了。以后资金出入的情况会是怎么样，没人给得出准话，最终毫无疑问就签不成了。这件事对李强的打击恐怕比损失一家人工智能企业更大。 DeepSeek 从浙江成长起来，一旦成功，李强就可以把这套成果算进自己的政绩。可现在这套叙事突然断了， DeepSeek 融不到钱，买不到卡，
下一代模型迟迟出不来。所以塌掉的不只是 DeepSeek 这一块招牌，也是李强原本想抓在手里的那项内核政绩。李强原本想用 DeepSeek 证明他不只是习近平手下负责收拾经济烂摊子的总理，他手里也有一项能够代表中国未来的产业成绩。可现在这块最像样的成绩也开始往下塌了。这就是第一件事，扣一个退休2年的官员，把梁文峰摁得服服帖帖，连李强也一并治得没了脾气。第二件事比这个深，方星海经手的还有跨境资金、会计口径和财富管理。中共那些家族放在海外的钱，当然不会在账户名上写着某某常委所有，他要过信托、过基金、过代持，一层一层包起来。要查一个家族的海外资产，得有证据，得有协查，还得人家的司法辖区肯配合，1年半载出不来一个结果。不过只要把方星海收进去，很快就能抓到知道钱在哪儿的人。他知道哪些门可以走，哪些机构常年替这批人服务，哪些口子是哪一年由谁打开的。所以这一刀砍下去，动的是中共保守派权贵的盘子。5中全会就在前头，开会之前各方要的从来不是把谁办成铁案，而是手里攥着什么牌。海外有人说他看着挺清白，通报里也没摆出一个吓人的涉案金额，可这恰恰说明第一步要的根本不是把他判成一个大贪官，而是先把这个接口扣住。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开始各自掂量他在里面说了什么，办案的手里已经拿到了什么，下一步会不会找到自己头上。砍一个退休的人，不必给谁一个交代，却能同时压住一台机器和一群人，这一刀便宜到什么程度？被砍的那一边连喊冤的地方都没有。可话说回来，方星海他自己又是谁的人？方星海这根柱子不是李强立的，也不是习近平从零培养出来的，地基是朱镕基打的。朱镕基是国家纪委出身，被陈云看上，一路进了中南海。1993年底定下人民币汇率并轨，1994年1月1号正式落地，官价和市场价并成一个价。从这天起，中国的钱怎么进怎么出，按什么价换，归一个系统说了算。这个系统就是朱镕基亲手搭的，一家银行加3个会，人民银行、证监会、银监会、保监会。后来习近平上台，又把银监会和保监会并成金融监管总局，牌子改了，底下那套班子和那批人还是朱镕基留下来的。王岐山也是从这条线上进来的，他是姚依林的女婿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被拉进来处理烂摊子，从此在金融口扎下根。所以这批人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不是靠某一位领导人的宠信活着的，他们是靠这套系统本身活着的。领导人换了几茬，他们还在。方星海就是这套系统里长出来的人。他早年在清华被朱镕基看中，后来去斯坦福读了经济学博士。他跟世界银行那一段现在有2种说法，一种说是周小川安排他先去世行历练1年再回国，另一种说是1997年朱镕基当着外宾感叹了一句：我的学生怎么都没回来。第2年周小川，那时候他是建设银行行长，写了封邮件，把已经在世界银行做经济学家的方星海叫了回来。哪一种是真的，我这儿没法给你盯死。但2种说法指的是同一件事，把他从美国弄进这个系统的是朱镕基和周小川，不是别人。1998年8月他回国，进的是建设银行，干的是股份制改革、上市筹备、不良资产剥离、债转股。这几个词听着绕，说白了就一件事儿，把一家国有银行身上的烂账切出去，擦干净，好拿去上市卖钱。这活全中国当时没几个人会干。回国以后，他其实沉了好几年。2001年上交所总经理助理，2005年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。副主任这个位子说难听点，就是替上海跑腿拉外资的。到2007年，事情变了。这一年，习近平到上海当一把手，方星海被他亲手提上去，当了上海市金融工委副书记。2013年，习近平上台，2会开着的时候，方星海递了一封长信上去，说自己愿意为国家金融业发展做贡献。半年后
2013年9月，他进了北京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一组巡视员。2014年6月升经济4局局长。2015年10月，股灾爆发3个月后，他坐进了证监会副主席的位子。所以这条链子得说清楚，朱镕基那套系统把他造出来，习近平给了他一路的位子。现在说温家宝，温家宝当总理那些年，看不惯的就是朱镕基这批人，做空、量化、信息不对称，把股市做成一台抽水机，抽的是老百姓兜里的钱。可那时候胡锦涛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，温家宝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忍了整整10年。现在没人拦着他了。过去这1年，金融口倒下的不止方星海一个，证监会原主席易会满，人保原副总裁郁小平，社保基金副理事长王文龄，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周亮，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易炼红，农发行副行长徐一丁，交行原副行长侯维栋，中行原副行长林景珍。这还只是能数出名字的。这份名单上有朱镕基的人，也有习近平的人。周亮是王岐山的大秘，易会满是浙江帮，两派都在，一个没落下。所以这1年多以来的金融系统大清洗，不仅是清理习近平的旧部，是在把整个金融系统连根翻一遍。方星海只不过是这1年里唯一一个自己不知道要倒的人，被中纪委带走的时候还以为是搞错了。前面咱们说把方星海收进去，等于先扣住了一个知道钱怎么出国的人。红色家族的钱出国跟普通人出国不是一回事。你要是想把家里的钱弄到外头去，拿着护照上银行换几万美元，签个字完事儿，名字大大方方留在单子上。可一个常委家的儿子要把几十亿弄出去，他最怕的就是名字留在那张纸上。所以这笔钱一路上要换好几次名字。头一回这钱得先变成一桩生意，他装进一家公司、一支基金或者一笔买卖里，账面上是正正当当的投资、并购、贸易。第二次，这家公司在香港上市，或者在香港有个兄弟单位，钱从这儿名正言顺的出海投资，出境的手续齐齐整整。第三次，钱到了外头，交给外国的银行、律师、会计去打理，从此不在中国的账本上了。最后一次，纸面上留下的名字是一家开在小岛上的公司，或者一个替你拿着东西的人。真主人藏在最里头，翻开一层是另一层，翻到底也看不到是谁。而方星海在证监会分管的正好就是这几道门。中国的公司想去香港、去外国上市，从他那儿过；外国的券商基金想进来，中国的想出去，从他那儿过。这些买卖在账上怎么写？亲戚关系要不要写上去？从他那儿过。钱到了外头，交给哪几家外国银行去看着，也从他那儿过。这4道门口，他都坐在旁边，一坐就是9年。当然，不是每一笔钱出国都得他签字，可他在那个位置上做了9年，进出的是些什么人，走的是什么路子，他不可能看不见。他脑子里大概有这么几份名单，哪几家券商、银行、基金年年月月替同一批人办事儿，哪几家香港公司的买卖，合同上的买主卖主根本不是最后拿钱的人，哪几家会计师事务所，哪几家律师行专门替中国的权贵在那些小岛上搭壳子，哪些钱先从生意里绕出去，落了地才装进最里头那个盒子。也正是通报他的那一天，7月24号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一块发了个公告，说的是离岸信托要交个人所得税。公告表面上说的是收税，税率2%，可这份公告真厉害的地方不在这2%钱上，在于让你自己填这个盒子是不是你的，里头的受益人跟你什么关系，里头的东西是不是你的。你一说是你的，下一个问题就躲不掉了。这些东西当年是从哪儿来的？怎么弄到外头去的？过了哪家公司、哪支基金、哪家银行、哪个替你跑腿的律师？税务那边负责让主人自己把盒子认下来，方星海这种人负责告诉办案的，这些盒子当年是沿着哪条路运出去的。这恰恰说明方星海值钱。光查盒子，你只知道钱最后装在哪儿了，想往前追钱是怎么走出去的，
就得去查券商、上市公司、基金、审计报告、并购的合同，而这些正是他管了9年的地方。2014年初，一帮外国记者手里拿到一批泄出来的底档，是那些小岛上注册公司的内部资料，跟中国有关的那部分翻出22000多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客户，里头有国企老总、人大代表、高级官员，还有政治局常委的亲属。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这些大国企也在那些岛上开了一大堆公司，档案里还翻出一个名字，邓家贵。这人是习近平的姐夫，他跟李华、李小平两兄弟在英属维京群岛一块开了家地产公司。就在这批档案捅出来之前不久，李家兄弟的卓越集团在深圳前海花了123亿6900万拿下2块商业地，当时人称前海帝王。那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当年只吵了一阵，没变成一桩案子？因为泄出来的档案只能告诉你一句话，某个人的亲戚名下有过这么一家公司，他告诉不了你这家公司的钱是从境内哪一笔买卖里出来的，过了哪家券商的手，是哪一次并购，哪份审计报告替他圆的场，监管这道门上是谁给他放的行。从大家都知道他们有钱，到我知道哪一笔是谁家的，下一步该找谁，中间差的就是方星海这种人。往下说之前，先跟各位老朋友念叨一句我自己天天在用的东西，普瑞堂的玄宝黑参。前2天新西兰一位做餐饮的老朋友反馈说，他以前中午必须睡一觉，不然下午人就跟电池没电了似的，吃这个黑参1个礼拜，午觉不用睡了，一直忙到晚上下班回家都不觉得乏，睡眠也踏实了，下半夜3、4点钟不再莫名其妙醒。还有澳洲的朋友说，平时一吃人参就上火，这款黑参完全没这个问题，唯一的麻烦是太好吃，得管着自己，别一次吃太多。普瑞堂这款玄宝黑参是大家最认、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，切片、泡水、含服都行，一根能吃上1个礼拜，补益功效一上口就知道。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特别实在，每单买满500美元，直接送1整根高品质玄宝黑参，上不封顶，满1000送2根，多买多送。结账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JF， 全球包邮，直接送到家。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置顶评论区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。这里得先回答一个问题，温家宝为什么不动李强？这1年多抓人就没停过，一个一个往里收。李强是现任总理，是习近平一手提上来的，位置最扎眼，可他到今天还坐在人民大会堂那张椅子上，会召开报告照念，没人碰他。而且要动李强，手边就有现成的路。吴政龙是李强在国务院唯一的亲信，当着国务院秘书长，这个位子说白了就是总理的大管家。墙外早就有人放话，说这个人没准哪天就进中纪委的门，真要动手，先把吴政龙办了，账翻出来往上一摸，就摸到李强身上，程序上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。可温家宝没这么干，因为他手里没有第2个总理。胡春华今年63岁，21大直接接总书记没问题，可总书记底下那一排总理、人大委员长、政协主席，一个合适的人选都没有。胡锦涛和温家宝都84了，汪洋71。改革派这一边1989年伤过一次元气，这些年又走了一个李克强，没有足够的干部储备。所以对李强，温家宝能做的不是把李强撤了，而是敲打他。这就是第1张牌摊给李强看的。李强这个总理经济上其实没什么可交代的，房地产讲不了，地方债讲不了，消费也讲不了。2025年 DeepSeek 突然火起来，替他回答了那个最难回答的问题，经济都成这样了，他凭什么还坐在那个位子上？现在方星海一扣，梁文峰第2天就把710亿美元估值的那轮融资停了。DeepSeek 已经做出来的东西还在，可它不能再靠新的钱、新的估值和下一代模型继续长大。说白了就是告诉李强，位子给你留着，你继续干活，但是别再拿 AI 产业攒自己接班的本钱。
那个长期在海外替他放接班消息、放五中人事、放中办内幕的人，几乎在同一段时间不肯把话说完整了。喇叭是自己哑的，还是被谁按住的，我这儿说不准。但一个替人提前造势的通道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关掉一半，这本身就是话。第二张牌摊给那几位老人看。2025年6月30号，政治局开会审议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，但是没有公布机构的组成。不过根据墙外的爆料，这个机构一共7个人，温家宝是组长，另外6个是李瑞环、曾庆红、汪洋、习近平、赵乐际、李强。看清楚这张桌子，曾庆红坐在上面，李强也坐在上面，温家宝做主位，所以温家宝根本不需要发文件，不需要开会宣布什么，他只要把方星海扣住，桌上那几位自己会算账。这个人管了9年跨境资金和财富管理，他脑子里那本账，把中共保守派牵进去是没有问题的。你们保守派别躲在李强后头继续说了算，也别以为习近平一下来，你们过去那些金融问题就自动封存了。第3张牌摊在五中全会的谈判桌上。五中全会上要开架的一共4件事，清算习近平到哪一级停下来，谁接班，李强留不留，海外那些账查到哪一层。这4件事原本是那批保守派老人单方面出价的，现在不是了，因为对面手里有了一个能往下追的入口。温家宝这些年的打法一直是这一套，不用摊牌，但必须让你知道他手里有牌。2024年国庆，一批元老突然高调亮相，等于宣布老人之间可以自由联络了。2025年3月，中组部长对调，管干部的口子换了人，后来拿马兴瑞一个政治局委员祭旗给下面所有人看。到了今年3月底，又在军方的保护下在北京亮相了。所以温家宝对中共党内的心理战是一波接一波，但是他从头到尾没有动过一次武力。方星海这一刀是同一个路数，不是判决书，是通知书。不过这里还有一道缝得说给你听，胡锦涛和温家宝这2个人要的不是一件事。胡锦涛的想法是只清算福建帮杀鸡儆猴就够了，贾庆林、陈希、蔡奇、何立峰、王小红、黄坤明、郑乍杰这一串。至于山东帮、浙江帮、陕西帮、清华帮、军工帮，一个一个甄别，问题不大的都留用。他要的是把党保住，把摊子稳住。温家宝要的比这个多。他说过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，他死不瞑目。他清楚得很，只清洗一遍金融口，哪怕换上改革派的人，过几年照样摊，照样烂。所以这3张牌摊出来，看的人不止李强一个，也不只是那几位保守派老人。有一张是特意留给胡锦涛看的，你要是查到福建帮那一层就想收手，我这儿还另有一条路能往下查。方星海守的是钱出国的那几道门，他知道当年哪一笔是沿着哪条路运出去的，所以先把他收进来。李强眼下动不了，位子给他留着，牌子上还写着总理，可他往后想调一个人，想批一笔钱，都得先有人替他点头。真正压秤的东西还在后头，保守派那些人放在海外的账，哪一笔是从哪儿来的，过了谁的手，最后落在谁名下，这一本才是温家宝打算带到今年秋天五中全会那张桌子上去的。他也不一定真把这本账翻开，让那几个人就得天天惦记着最好。所以他现在要办的事就一件，让那几个人心里清楚，这东西他手上有，他想哪天翻就能哪天翻。好，这里是江峰世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